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8.73，收盘价是232.9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0.50，最低价是在232.61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797.74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并且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继续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行的行进中，并且是在相对低的位置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那这将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我们会看到当日在盘中股价是在上方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而出现的反转向下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收盘价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那说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3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3附近。实际在8月15日收盘价是在232.96，出现了下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跌不仅点位相差较大，性质也是不同的。那收盘价通常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目前在连续数个交易日，自8月10日以来，一直是股价的收盘价一直是下跌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呈现的成交量呢是量缩，那这样的一个价跌量缩呢，说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股价下行到低位会出现一个反弹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包括我们对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前几个交易日 K 线走势的说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对于8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3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下方这个小的缺口的上沿。那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深度的回档，会继续下行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12。好，我们说的这是股价的下行，其中我们再补充说明，223这个位置是股价自4月27日一直到7月19日这一波上涨50%的成本线，也就是它是中线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将是股价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我们说股价在下行的
继续下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很有可能遇支撑而出现一个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8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52。那股价如果因为这个位置啊，相对目前的股价，这叫前高。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，我们说才叫止跌反弹成功，那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。同时，我们也会发现，如果股价能够反弹到这个位置，并且能够站上这第一个目标啊，其实也就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或者我们叫说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。否则，目前股价从现在的位置一直到252，在这个区间，股价是很容易反弹遇压而出现继续反转向下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第一个目标的说明。如果252被站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.29，因为反弹止跌反弹成功，如果继续反弹，一定是要站上前高，所以这是它的目标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会给出中间目标，也就是压力位。那么第二个目标是265，是8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所以股价站上第一个目标，反弹成功，继续向上，那只有站上它才能够继续再反弹。对，所以呢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99.29。我们在这里想说明一下，一旦股价出现了反弹向上啊，如果说站上252，或者说站上265，我们说上方还是有几个压力位的。一个是7月31日的最高269，这是一个压力位，也是上行反弹的目标。然后呢，7月29号的最高273也是目标。同时，我们会看到上方的这个缺口也将会成为目标，或者叫压力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的说明，分别是252、265和299.29。那这是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说明。那对于8月16日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线。那我们先来看前一日我们给出的观察线是8月14日这根 K 线最高是在241附近。对，那股价呢我们说给出这观察线是，如果股价反弹不能超过它，那么很有可能会收低。对，好，那对于8月16日我们给出的观察线是在236这个位置。236啊是这根小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。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36。好，通常啊我们说这个无论是红 K 还是绿 K， 我们指的是小红 K 线、中红 K 线，或者说是长红 K 线。对，那么蜻蜓线呢，像这类的天剑线和蜻蜓线是不作数的。那对于小红 K 线有实体的 K 线，那么它们的中线通常都是一个压力位或者支撑位。我们关注236的我们关注236这个位置的目的呢，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折返向下的。当然，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个位置，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收高，会例如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在8月16日是在238附近。对，所以股价如果在236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
股价会继续沿着这样的下行的走势继续收低。好，这是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为观察位的原因。在8月16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236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目前8月15日的这个收盘价，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，因为这样的 K 线的收盘价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呢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我们要想抢反弹或者是做多，只有等待目前股价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我们才能够考虑进场。当然还要考虑成交量，例如比如说在下方出现一根像这样的蜻蜓线，对，我们要等待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在目前股价收盘价的这个位置，开盘之后，无论是低开还是高开，都会有空头的力量继续进入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23，那他们的回补位目前看应该是在241附近，或者说是他们在守5日均线值。当然也有可能股价出现高开之后，我们说在这个位置之上会继续有空头的加仓。那在这个位置如果有空头的加仓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20日均线值，或者是守这个252，8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6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38到239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45附近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252到254，254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下方的支撑，有2个，一个就是下方的这个223，另外一个就是21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3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26。收盘会收在228附近，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9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35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4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幅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
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